华为 Mate 60 Pro 我其实在刚发布的那会儿就用上了，但这台手机的系统更新真的特别频繁，除了有性能和拍照相关的大版本更新，之后的小更新也没有断过。可以看出华为对这台手机调教的用心，背后的原因相信大家也都能理解。Mate 60 Pro 已经发布了将近半年的时间，我也觉得现在的系统版本已经达到了这台手机的最佳状态。所以热度退去之后，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台手机现在的使用体验。先说说外在， Mate 60 Pro 在设计上的经典程度是大家公认的，真的是越看越好看。但是这段时间用下来，我还是不太能适应这台手机的手感。79毫米的机身宽度要远超主流的其他旗舰，再加上将近230克的重量，让我日常使用时很难单手掌控，相信双手使用会是大多数人的选择。这台手机玄武架构的抗摔性我虽然没机会测试，但是正面屏幕玻璃的耐刮性确实不错。我平时会同时带着 Magic 5至臻版和 Mate 60 Pro 两台手机，在不贴膜的相同使用条件下， Mate 60 Pro 屏幕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划痕，而 Magic 5这边有2个。来到内在， Mate 60 Pro 的性能和流畅度表现一直是大家议论的话题。我体感 Mate 60 Pro 的日常使用体验介于优化较好的骁龙8加和优化一般的骁龙8 Gen 2之间。这台手机的实际性能要好于骁龙888，在鸿蒙4的加持下，拥有非常流畅自然的系统动画效果，轻度使用时的体验很好。但是实际的使用体验不只要看流畅度，机身的发热控制和续航表现都是很重要的一环。因为处理器工艺制成的限制， Mate 60 Pro 的发热量很大，而且是很容易热起来的那种。当我来回切换4个日常应用的后台，并且稍微滑动，都会让机身有些温热的感觉。这种情况到了炎热的夏天可能会更加严重，续航也只能达到亮屏6个小时左右的水平，有点对不起这么大的身板。另一方面，鸿蒙系统如今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生态闭环， 3D 人脸识别用着很方便，而且支持口罩模式，各种智慧感知功能也都是独一份的存在，习惯之后会让生活便利很多。所以就日常使用体验来说，华为 Mate 60 Pro 较目前的主流旗舰之间还有差距，但在鸿蒙生态中， Mate 60 Pro 是现在最值得购买的手机产品，适合推荐给老的华为用户。在拍照方面， Mate 60 Pro 的影调我很喜欢，可以让一些相对平淡的照片鲜活起来。但这台手机的绝对成像质量并没有很出彩，主摄的素质相对普通，长焦段支持微距模式，可以拍出一些有趣的照片，但是望远能力稍弱，广角端直接沿用了过去的传感器，没有太大提升。计算摄影在整个 Mate 60 Pro 的相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Mate 60 Pro 的录像是这次提升最明显的部分，不仅支持在 4K 60帧录制的情况下自由切换镜头，而且画面的宽容度和动态范围表现相当出色，这应该是麒麟 9000S 的 ISP 和团队深度优化的功劳。因此这台手机的绝对画质虽然面对安卓阵营旗舰时没有太大优势，但是胜在随手出片的效果不错，非常适合记录生活，录像能力则做到了国产手机的第1梯队。总的来说，华为 Mate 60 Pro 虽然在配置上有一定妥协，但这台手机的确能带来颇具特色的旗舰级体验。日用的流畅度可以达到目前的主流水平， 3D 人脸识别和智慧感知功能极大提升了这台手机的便利性，拍照和录像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优势，并且有鸿蒙生态的加成，这些优点在机圈都是独一份的存在。Mate 60 Pro 的缺点主要源于配置方面的妥协，游戏性能方面只能接近现在千元机中较好水平，续航表现相对普通，相机的绝对画质存在劣势，是这台手机的主要问题。因此，如果你是一名普通用户，想要购买一台旗舰档体验最好的旗舰手机，那华为 Mate 60 Pro 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如果你是鸿蒙生态的老用户，那华为 Mate 60 Pro 是你目前的最佳选择。这是搭载鸿蒙系统的手机中综合表现相对较好的那一款。最后，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关注我，并且3连一下，非常感谢。